这谢家大小姐也真够惨的，选秀时被马蜂蛰得毁了容，被谢家赶出来，现在连口饭都吃不上。可不是嘛，听说她那个养妹谢武，现在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，都封贵妃了。人家一根桃花钗就得了太后青眼，哪像她命比纸薄。婴儿，这是娘亲手做的，保佑你一生荣华。宣礼部尚书之女谢英。殿前失态，不成体统，拖下去，永不录用。秀女谢武，果敢冷静，留牌子。你活着一天，就是武儿的绊脚石。姐姐，安心去吧，你的嫡女身份，你的荣华富贵，以后都是我的了。没事，谢武、谢文柏，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我重生了。婴儿，发什么呆呢？这是娘熬了3个通宵，亲手给你做的芙蓉华冠，快戴上它，今天一定能拔得头筹，保佑你一生荣华富贵。上辈子我傻，以为你们是真心疼我，这辈子你们欠我的，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时辰不早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别让宫里的嬷嬷等急了。我若是推辞了这顶花冠，他们也会有别的招数，还不如把算计摆在明面上，见招拆招。女儿要走了，父亲母亲多保重。嬷嬷辛苦，选秀的规矩我不大懂，还请嬷嬷多多指点一二。姑娘客气了，都是应该的。保和殿后有一座观音像，太后娘娘信佛，也喜欢有礼数的姑娘。多谢嬷嬷指点，银儿感激不尽。快去吧，别误了时辰。走快一些，前面就是观音殿了。菩萨保佑，让我一举得宠，光耀门楣。等我当了贵妃，一定为您重塑金身。案前花火掠过，莫非是吉兆？谢英，我一定会把你牢牢地踩在脚下。谢女谢英，愿以母亲亲手制作的花冠为贡品，供奉观音菩萨，祈求我大周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这位谢姑娘不仅潜心，还心怀天下，真是难得。装模作样，等会儿马蜂来了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淡定。这一世我不会再做任人摆布的棋子，我会向你们千百倍的讨回来，一入深宫，落子无悔。谢家嫡女谢英上殿。太后，就是她。你就是那个在观音殿舍弃重宝、诚心供佛的谢家嫡女。臣女以为花貌易逝，唯赤诚长存。神明在上，不敢以虚荣蒙蔽。是个通透的，留牌子封贵人。谢家养女谢武上殿。下去吧。太后娘娘，你头上的簪子取下来给哀家看看。这是哀家母亲的遗物。臣女不知，这是父亲当年在集市上偶然所得，觉得好看便一直带着。这簪子本是粉色，如今变成这样，可见你保存不当，也不爱惜。留牌子封答应吧。多谢太后皇上恩典。不爱惜太后王母的遗物，还敢戴在头上招摇逛市，谢武，这只是开始。太好了，可以回家报喜了。嬷嬷，臣女自小信佛，愿留在宫中侍奉菩萨3日，以表诚心。你不回家了？家中小事怎比得上侍奉菩萨重要？还请嬷嬷成全。难为小主心诚，若有缺什么少什么了，尽管开口。多谢嬷嬷惦念。本以为谢家姑娘说抄经是为了沽名钓誉，引得太后青眼，没想到竟这般认真。可不是，一步都没出过观音殿，抄的佛经摞起来都有半尺厚了。太后娘娘最爱这样的性子，不浮躁，懂规矩。这谢家姑娘耐得住寂寞，不骄不躁，可瞧着吧，日后必定大有出息。贵人抄经辛苦，太后娘娘特赐封号慧，以示嘉奖，爱民好语约会，
柔质慈民约会，这可是个极好的封号。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凭什么？她谢英凭什么一进宫就是贵人，还得了太后的赐封？我才应该是贵人。去把这个交给李公公，让他帮我想想办法。我必须第一个侍寝。是小主。谢答应放心，包在咱家身上，保证让你第一个侍寝。那就有劳李公公了。日后我若得势，定不会忘了公公的好处。皇上，夜深了，该歇息了。今晚要不要翻牌子？不用，皇上，今儿个新选的秀女里有个谢大爷，长得可标致了，性子也温柔，不如……那就他吧。小姐，快快装扮一下，皇上召你侍寝了。太好了。谢英，你拿什么和我争？谢武进贵人，赐封号贤。谢皇上。主子，谢武居然这么快就进了贵人。意料之中，父亲为官数载，门生故旧遍布朝野，再加父亲本就对李德元有恩，谢武侍寝进位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惠贵人，这是御花园新摘的花，贤贵人特意让奴才们送来给您赏玩。放下吧。明明原本要送到我们这里的是珍品芍药花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惠贵人，这是这个月的春装绸缎，贤贵人说这些给您正好。小姐，她太过分了，您才是谢家的嫡女，她一个养女，凭什么？太后娘娘交代的经文还没抄完，别让这些闲事分了心，让她得意去吧。这后宫的水比她想象的要深得多，况且花无百日红，只有耐得住寂寞，才能守得了花开。主子，主子，好消息，贤贵人摔断了胳膊。哦，怎么回事？主子您不知道，皇上本来在贤贵人宫里，结果陈妃娘娘宫里来人报信，说陈妃娘娘心口疼得厉害，喘不上气。皇上一听，立马就要走，贤贵人拉着皇上的袖子不让走，皇上一甩胳膊，他就从台阶上摔下去了，右臂直接折了。陈妃，上辈子我对这位娘娘几乎没什么印象，只记得她没多久就病逝了。皇上悲痛欲绝，追赠她为孝贤皇后。她死后，谢武才真正开始得势。看来这位帝王的心原来在这位陈妃身上啊。这宫里的恩宠从来都像这暮春的花，开得快，谢得更快。唯有太后屹立不倒。惠贵人来了，太后娘娘正在殿中等您呢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惠贵人，哀家听说你是玉京第一美人，不过是旁人谬赞，嫔妾不敢当。哼，你倒不必自谦。哀家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见过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这张脸确实当得起第一美人的名头，只是漂亮归漂亮，却不像有些人那样仗着几分姿色就轻浮起来。你稳重端庄，知礼数，懂进退，哀家的惠字没有给错，你倒是沉得住气。惠贵人，哀家问你一句话，你要如实回答。你可知哀家为何要抬举你？嫔妾愚钝，愿听太后娘娘安排，绝无二话。皇上登基3年了，后宫只有陈妃一个高位妃嫔，哀家不是容不得她，可她身子骨太弱，3年了也没能怀上一儿半女。皇上又专宠她一个，旁的妃嫔连边都沾不上，没有子嗣是国之根本的大事，哀家不能不管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今晚哀家会赐一壶温情酒，让皇上去你那里，你好好把握机会。谨遵太后娘娘吩咐。主子，今晚皇上要来，您不能宿着，奴婢给您梳个最漂亮的发髻。不用。主子，天都黑了，您怎么还在抄经啊？皇上马上就来了。
急什么？皇上驾到！嫔妾恭迎皇上。你这里倒是肃静。朕还有事，你早些歇息。恭送皇上。你倒是不闹。皇上日理万机，嫔妾不敢闹扰。嫔妾今日抄了一卷药师经，是为陈妃娘娘祈福的，愿娘娘早日康复。皇上，今儿天沉沉的要落雨打雷，您还是早些去陈妃娘娘那里吧。太后娘娘那边，嫔妾会说癸水来了，无法侍寝，不是您的缘故。你不怕太后怪罪？嫔妾不过是说了实话，太后娘娘通情达理，不会怪罪的。皇上会和嫔妾一起保密的，是吗？对，惠贵人，你很好，朕得空还会来看你的。主子，您怎么把皇上往外赶啊？在后宫争的不是一时长短，而是谁能在人心里留下痕迹。如今的皇上心里装的只有刚刚和好的陈妃，他来我这里不过是敷衍太后，走个过场。如果我像谢婉那样拉着他不放，他只会厌烦。可我没有，我让他走了，还替他找了台阶下。这样一来，他反倒记住了我。惠贵人，这些东西是皇上的一点心意，您收着。皇上说了，您是个懂事儿的。主子，您把皇上赶走了，皇上反倒赏了这么多东西。这只是开始。朕在你这里倒觉得心里安生。皇上若是觉得安生，常来便是。这后宫之中，人人都想从朕这里得到些什么，有的要恩宠，有的要位分，有的要子嗣，只有你什么也不要。要的，我当然要。我要的是比恩宠、位分都更长久的东西。我要这天下。主子，不好了，陈妃娘娘又跟皇上闹脾气了。怎么回事？听说皇上批折子批到深夜，忘了去他宫里用晚膳。陈妃娘娘等了1个时辰，饭菜热了3遍，最后全泼在了地上，还把皇上最喜欢的白玉镇针都摔了。皇上哄了半宿，他都不依不饶。今天一早，皇上铁青着脸从陈妃宫里出来，径直往咱们这儿来了。你说，朕是不是把他惯坏了？他从前不是这样的，从前他性子虽然骄，却不至于这般。朕登基之后，他反倒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陈妃娘娘身子不好，难免心绪不宁，皇上多体谅些。朕还不够体谅他。后宫3年不选秀，太后催了朕多少次，朕都压着。这次选秀，还是太后发了脾气，朕才松口的。朕倒是没想到会遇见你。主子，不好了，贤贵人在御花园跳舞呢。跳舞便跳舞，有什么稀奇？可她穿的是鹅黄色的衣裳，奴婢听人说，当年陈妃娘娘与皇上初见，穿的就是鹅黄色的裙子，在桃花林里跳舞，皇上当时就动心了，而且李公公还让人去请皇上了。主子，皇上去了，看了贤贵人跳舞，笑得可高兴了，当即便去了他宫里。知道了。主子，您就不着急吗？贤贵人这一招要是成了，以后还不得继续骑到您头上来？急什么？这世上的事，越是刻意，越是留不住。谢武以为穿一身鹅黄衣裳，跳一支舞，就能复刻当年的故事。当年让皇上动心的，不是衣裳，不是桃花，是陈妃这个人。谢武不是陈妃，他扮得再像，也只是个赝品。
将我这几个月抄的100份药师经供奉去观音殿，供满7期49天再烧，为陈妃娘娘祈求康健。主子，您还为她祈福，她都……照我说的做，送去赏赐给惠贵人。替我谢谢陈妃娘娘。她竟如此坦荡，每天都随身携带，是个有胆量。陈妃常年少食少言，郁郁寡欢，倒是难得跟你亲近起来了。近来竟能吃下点东西了。惠贵人，都是你那药师经的功劳。陈妃说，等供满49天时，她要亲自去观音殿烧经祈福。朕要晋封你为嫔位。这是回光返照，陈妃命不久矣了。贤贵人品德优上，晋为贤嫔。谢皇上。李公公，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。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大家高兴起来，不必拘束。主子，他怎么反倒比您先进位了？圣旨到，惠贵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贵人谢氏，柔家诚信，殊慎持公，册封为惠嫔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惠嫔娘娘客气了，皇上说了，这旨意本该早些下的，只是中秋近了，便想着跟中秋的赏赐一并送来。主子，你也封嫔了，贤嫔要是知道了，还不得气死？他不会气死的，你看着吧，他很快就会来找我，而且会变得异常温顺。姐姐，恭喜姐姐晋封嫔位。妹妹竟专门来恭喜我，实在麻烦妹妹了。谢英，你等着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怎么，爹娘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吗？清河，我们最近忘犯事要多加小心。要不是爹娘阻止出手，我定让谢意活不过今天。小姐莫要冲动，别忘了老爷和夫人的吩咐。用得到你提醒我，我自会记得。小姐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清河，你说谢武绞尽脑汁竟做了那么多，进了嫔位，而我什么都没做，他是不是恨极了我？爹娘的信里又写了什么呢？这个贤妃穿一身大红色衣服，真是不懂规矩。小点声，别让她听见了。小姐，陈妃怎么没来啊？莫要议论嫔妃。算了算日子，今天正好是供奉经文第49天，陈妃应该是去了观音莲烧经。婴儿，娘好想你。婴儿，你瘦了，在宫里受苦了是不是？娘多虑了，女儿很好。哀家乏了，扶我回去休息。若是真的挂念我，为何半年都不给我写信寄东西？反观谢雾那边，爹娘又是写信，又是给钱，又是利用人脉牵线搭桥。婴儿，娘有些话想跟你说，咱们出去走走。
娘，这里说话也方便。这里人多嘴杂，娘想跟你说几句提醒话。婴儿，你不会连娘的话都不听了吧？好，娘想去哪里？观音殿吧，人少清静。他果然还没走，许是去后院更衣净手了。太好了。谢英，跪下！我为何要跪？你为什么没有戴那顶芙蓉华冠？那3天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你知不知道我和你爹等了你3天？你进宫之后，处处跟五儿作对，他进嫔你也进嫔，你是存心要跟他过不去是不是？五儿自小可怜，你为什么不能让着他，反倒处处跟他攀比？我平时跟你说的话，你是不是都当耳旁风了？娘，那顶芙蓉皇冠里放了什么？什么放了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娘，您非要我把话说透吗？花冠里有透明蚜虫，蚜虫分泌蜜露最易吸引马蜂。娘，您做这顶花冠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想要我去死？是又怎样？谢英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占了阿武嫡长女的位子，怎么就如此心安理得、恬不知耻呢？我的阿武比你聪明，比你懂事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待人接物，哪一样不比你强？历来选秀，一家只能中1个秀女，就算中了2个，得宠的也只会出1个。阿武有大志向，入宫是他的梦想，你怎能靠着这张狐妹子脸阻拦他的路呢？你活着1天，就是雾儿的绊脚石。什么叫我占了谢武嫡长女的位置？爹，他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怪不得7岁那年，爹从江南回来，一切都变了。娘，您还跟他废话什么？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娘，打晕他，剥了他的衣裳，然后我去叫人。等各宫妃嫔都来了，看到一个衣衫不整的惠嫔躺在观音殿里，私通侍卫，秽乱宫廷，这个罪名够他死100回了。五儿，这会不会太……娘，您还犹豫什么？他已经猜到真相了。今天不除掉他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您忘了爹信里怎么说的？他现在是惠嫔，跟女儿平起平坐，太后还偏着他，再拖下去，女儿这辈子都别想越过他。况且还有爹呢，您当他知道了真相，还会放过爹吗？清河，快跑！有人要害我们，去叫人！快去！有人在外面？不可能，我让人守在大门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不管是谁，先打晕再说。去死吧！小心！怎么是陈妃娘娘？来人啊！护驾！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妇冤枉。臣妇和贤嫔娘娘是去观音殿上香的，臣妇思念女儿，想跟惠嫔娘娘说几句提喜话，谁知惠嫔娘娘忽然发了疯，拔出刀来就要伤人。臣妇是护女心切，才捡起地上的棍子想要阻止她。至于陈妃娘娘，臣妇当时根本没有看到陈妃娘娘，
是慧嫔自己冲上去的。请皇上明察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是谢英，是他先动的手。慈母之心，你当朕是3岁小儿？贤嫔，你说。皇上，臣妾不知道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。是谢英，是他。谢灵氏、谢武，你们一个是慧嫔的生母，一个是她的妹妹。朕实在想不明白，这世上怎么会有母亲如此狠毒，杀了自己亲生女儿？怎么会有妹妹如此畜生，想要烧死自己的姐姐？更何况还想杀了朕的宸妃！来人，谢林氏意图杀害妃嫔，罪大恶极，念在谢文华1品大员的体面上，赐白绫，即刻执行。谢武废黜封号，杖50，即刻执行。皇上饶命啊！嫔妾知错了，嫔妾真的知错了。拖下去。慢着，太后娘娘，您难道忘了那只桃花簪吗？先把这2个人关进天牢，仔细审问，不可草率。母后，哀家说了，仔细审问。皇上，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谢文华是1品礼部尚书，他的夫人在宫里出了事，总要有个交代，审清楚了再定罪，免得朝堂上有人说闲话。那只桃花簪，太后母亲的遗物，在生死关头，娘用1句话就让太后改了主意。到底藏着什么？桃花簪背后一定有一件天大的事，一件足以让太后不得不妥协的事。皇上叫我来看看谢武。是你，谢英，你来看我笑话！你滚！你滚！我不想看见你！我来是给你一条活路。什么？你和娘只能活一个，谁把实情说出来，谁就能活着走出天牢。你想想清楚，娘是1品诰命夫人，她见过的大场面比你多得多。她要是抢在你前面把实情说出来，你就只有死路一条。10年前，太后下了一道密旨，太后让谢文华去江南，明面上是赈灾，实际上是去杀一个人。杀谁？太后的母亲，镇国公老夫人。老夫人在江南横行霸道，强占民田，草菅人命，弹劾她的奏折摞起来比人还高。太后压不住，也劝不住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要出大事。太后不能明着动她，只能借刀杀人。谢文华接了旨意，但他不敢自己动手，他找了二叔谢文柏。二叔一直在江南替谢家打理产业，熟悉当地的情况。谢文华把毒药交给二叔，让二叔去做这件事。二叔做成了，老夫人死了，对外说是暴病而亡，可二叔手里还剩了一些毒药，他趁着谢文华不备，把毒药下在了酒里。谢文华死了。二叔和谢文华本就长得有6、7分像，他顶替谢文华的身份回了谢府。那你是谁？我是娘和二叔的女儿。爹、娘、我们3个人才是一家人。我的婴儿是谢家的掌上明珠。原来
爹不是不爱我了，而是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爹。那只桃花簪呢？那是我爹从江南带回来的。我爹说，这是太后母亲的东西，让我带着进宫。太后看见了，一定会念及旧情，抬举我。我爹还说，太后要是翻脸，他就把这件事捅出去，鱼死网破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原来那只桃花簪从来都不是邀宠的工具，而是威胁。原来太后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，她默许谢文白冒充朝廷命官，默许他占了谢家的一切。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去求陈飞，让他救我。我骗你的，你们都该死！谢武，你骗我！你说过会救我的，你就是活该咎由自取！惠嫔娘娘，太后娘娘赐酒，请您给3位亲人送去。这是灸酒，太后想要杀人，又不愿意脏了手，便又用了借刀杀人这一招。劳烦姑姑回禀太后，谢英领旨。太后要杀我！娘，太后赐酒。英儿，我生了你，我10月怀胎生了你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是啊，您10月怀胎生了我，可您又是怎么对我的？谢英，你不是人，你是畜生，你和你那个早死的爹一样恶心。谢英，我是你母亲啊！轮到你了。不要，我不要！你说过会救我的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！我也说了我是骗你的。谢英，你这个贱人！掌嘴！大小姐来了。太后赐酒。太后倒是心狠。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？知道。好，有胆量，跟你爹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你爹死的时候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死不瞑目，我亲手合上的。他求我放过你，他说孩子无辜，让我别害你，我答应了。然后我就回京了，占了你的家，睡了你的娘，养了你的妹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活了10几年，我有10000次机会掐死你，可我没有，留着你这祸根，倒也有趣。大小姐，你记住了，这宫里没有好人，太后不是好人，皇上不是好人，你也不是好人。要不然，你在观音殿为什么喊陈妃是清河呢？可真没想到，你在误导你娘和阿武。
你会不得好死。爹，女儿替您报仇了。惠嫔娘娘还剩最后一杯呢，是给您的。太后杀了谢文柏、林氏和谢武，自然不会放过同样知道秘密的你。姑姑，劳烦您回禀太后，就说谢英身怀有孕，还没来得及禀告皇上和太后娘娘。昨日在观音殿受了惊吓，今日觉得身子不适，让太医来瞧了瞧。太医说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姑姑，您说这是不是天意？什么？姑姑没有听错，而且请姑姑转告太后，这个秘密谢医会一辈子烂在肚子里。太后娘娘，惠嫔有孕了。怎么偏偏是这时候？给陈妃娘娘请安，嫔妾身子还轻，用不上这些大补的东西。娘娘身子弱，正该好好补补。你倒是有心，主子，您怎么把太后赏的药材都送给陈妃了？太后知道了，会不会不高兴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我要的就是她不高兴。太后娘娘问，那些安胎的药材，您怎么都送给陈妃了？陈妃娘娘是皇上的心尖人，她身子不好，皇上也跟着忧心。她开口讨要，嫔妾也不敢拒绝。再者，嫔妾送些药材过去，也是替皇上分忧。这个陈妃，惠妃怀着身孕，她的安胎药你也好意思收？她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，太过恬不知耻，整日里扒着皇上不放，却生不出一儿半女。你性子善妒，这么些年后宫无子嗣，你真以为哀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？如此狠毒心肠，也怨不得你缠绵病榻了，这都是上天的报应。陈妃，哀家若是你，就不会如此不知进退。须知贪得无厌，没有好下场。只要哀家活着一天，你永远别想当皇后。哀家的外甥女儿年15，生得一朵花一样，后年选秀，哀家就会把她接入宫，皇后之位是她的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快去请太医！皇上，陈妃她……母后，您昨天来永云宫，跟她说了什么？哀家只是说了她几句。她涂脂抹粉的，哀家让她注意身子。您说了她几句？母后，她身子什么样您不知道。太医说她不能受刺激，您为什么要说她？她跟了朕10年，她为朕受了多少苦，您不知道吗？皇上，哀家没有恶意。母后，您什么时候对她有过善意？朕不想选秀，您非要让朕选秀，说她没有子嗣，说她不配做皇后。她死了，您满意了？来人，传朕旨意，陈妃沈氏温惠秉心，疏进池宫，追封为孝贤皇后，错朝3日，以皇后之礼下葬。皇上，皇后之位需要和内阁商议。朕的皇后，朕说了算。李德元传朕旨意，
李太医革职。诊治不力，隐瞒病情，耽误了陈妃的诊治。将太后身边的太监总管调去浣衣局，几个宫女打发去冷宫。惠妃娘娘，太后想请您去慈宁宫坐坐。太后娘娘说，让您去皇上面前替她说几句话。皇上现在谁的话都不听，只偶尔还去您那里坐坐。姑姑，太后娘娘是皇上的生母，母子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？我一个妃嫔，怎么好掺和？皇上，放我去五台山礼佛吧，为陈妃超度，为大钟祈福。好，今日便出发吧。皇上，嫔妾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孝贤皇后无子，100年之后恐怕无人供奉香火，嫔妾愿意把这个孩子过继给皇后，将来也好有人给她烧纸上香。惠妃，谢谢你。朕这辈子欠陈妃的太多了，你能替朕还上这份债，朕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惠妃谢氏，柔嘉诚信，淑慎持忠，堪当中宫之位，册封为皇后，赐居坤宁宫，钦此。主子，不，娘娘，您封后了，您封后了。上辈子我被扔在破庙里等死的时候，何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娘娘，您看这个。主子，陈妃娘娘赏赐的荷包，说您有心了，为她抄写药师经。这个荷包浸透了麝香和红花，活血化瘀，女子常用则不孕。主子，那我赶紧把它扔了。不必，去做个一模一样的，不要让旁人看见。我便如他的愿，每日带着。陈妃一开始就想害我，我利用陈妃除去娘和谢武，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谢文常说的对，这宫里没有好人，好人活不长。孩子，娘亲已经把所有的路都铺好了，你不用学会算计，不用学会害人，不用学会在这座吃人的皇宫里挣扎求生。娘亲会护着你，让你平安快乐地长大。